第1150章木谷老人。突如其来的变故也是令得萧炎一惊，目光飞快地望了一眼头顶上的夜空，却是空空如也，并没有半个人影，但那种弥漫而下的浩瀚气息却是令得他有种心悸的感觉。是丹塔的人，心中略微一松，萧炎那正在融合的毁灭火莲却是急忙一颤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之散去，而其脚尖也是一点地面，急速暴退而开，一道轻笑声悠长地传出。刷刷，轻笑声刚刚响起，夜院之中两道身影便是如电芒般的闪掠而开，一瞬间便是出现在了萧炎身旁，目光惊怒地望着半空中的那神秘黑袍人。没事吧？小医仙看了一眼狼藉的小院，辉子双眸冰寒地盯着黑袍人，嘴中有点急切地问道。萧炎摇了摇头，沉声道：还好，小心一些，这家伙不是寻常之辈。天火尊者脸庞有些难看地盯着那神秘黑袍人，冷笑道：阁下怎么说都是一名斗尊强者，怎竟干些偷偷摸摸的勾当？现在的小医仙与天火尊者心头无疑是极为的惊怒，看院中的模样，明显是经过一场大战，而他二人竟然是半点察觉，这等保护可是相当的让人感到惭愧啊。神秘黑袍人身形悬浮半空，阴森的目光透着幽芒地盯着萧炎，他没想到自己已经这般小心，还是被丹塔那些老家伙发现，如今自己的行迹已被锁定，若是再久留的话，恐怕丹塔的强者也将会赶来。玄公子，此事与你丹塔无关，何必多管闲事？黑袍人对着天空阴声喝道。哼，这里是圣丹城，若是让你魂殿在这里随意撒野的话，我丹塔还如何与人交代？天空上先前响起的那道沧桑声音再度徐徐响起，这一次萧炎倒是察觉到，这声音居然是从虚无空间之中传出，显然那说话之人并未赶到这里，而是在使用一种玄异的方法将气息隔空送到，震慑住这神秘黑袍人而已。老混蛋！黑袍人咬牙低骂了一声，然后阴森目光转向萧炎，冷笑道：算你运气好，异火以及功法便让在你体内多待一些时间，记得我迟早会来取回去的。话音一落，其身后空间瞬间扭曲起来，而其身形也是在扭曲空间中变得若隐若现了起来。想走？见状，小医仙双眸一寒，玉掌之上灰气缭绕，然后猛地化为一道灰气匹链，闪电般的穿透空间，对着黑袍人暴掠而去。嘿嘿，有你二人保护他，我倒的确奈何他不得，但我要走，你们也拦不住我。瞧得小医仙出手阻拦，黑袍人也是冷笑一声，屈指一弹，一缕深蓝色火焰自指间暴掠而出，然后与那道灰气匹链狠狠地碰撞一起，各自双双眼眸。萧炎，我还会来找你的，下次再遇见，必取你一火与功法。轻易地拦截下小医仙的恶难毒气，黑袍之下，一对森然目光紧紧地盯着萧炎，旋即其身形一动，便是钻进了扭曲空间之中，空间一阵波荡，其身形便是直接消失不见。我等着。萧炎漆黑双眸中也是寒意密布，他能够感觉到此人的实力不弱，但如果真是要彻底拼起来，他也有着信心，对方不会好受到那里去。该死的！见到黑袍人安然离去，小医仙也是忍不住的一咬银牙，低声骂道：算了。萧炎摆了摆手，然后目光转向天空，拱了拱手，躬声道：多谢前辈出手相助。随着萧炎音落，天空上星光突然缓缓凝聚，化为一道颇为模糊的苍老光影，沧桑的声音缓缓从中传出：老夫本体不能抽身，只能分神震慑，此人行迹极为诡秘，你多加小心，有时间便来丹塔，在那里你会很安全。多谢前辈。萧炎再度拱手抱拳，这苍老光影应该是丹塔的强者，甚至说不定便是那传说中的三巨头之一，故人弟子自然是要多加照料，小心点玄冥宗，关于你的情报也是他们透露给先前那人。苍老光影淡淡一笑，星光一阵波动，便是缓缓地消散而去。望着那星光人影消散之处，萧炎也是陷入沉吟，看来老师与丹塔的这些人关系还不错呀。先前那对你出手的是什么人？小医仙偏过头凝视着萧炎，皱着黛眉道：魂殿的人。萧炎眼中寒芒掠过，轻声道：此人灵魂力量玩得出神入化，如此近距离的施展灵魂屏障，居然是瞒过了我与小医仙，
天火尊者脸色凝重的道。萧炎点了点头，从始至终他都未曾看见那黑袍人的容貌，而且听其声音也并没有太多的苍老之音，但听其所说却是和药老同时代的强者，按照常理必然也应该是一些老不死的才对。他的实力应该比我略强一筹，不过若真是要拼起来的话，却并不见得能真胜过我。小医仙玉手掠开额前青丝道，不过这玄冥宗的确是个祸害。萧炎的脸色也是有些冰冷，他倒是忘记了前几日与那群人的冲突，玄冥宗的人大多都睚眦必报，不可能会轻易将此事放下，只是没想到他们不亲自出手，反而是将关于他的情报透露而出，借刀杀人，这手段可不畏不狠。明日想办法打听一下玄冥宗那群人的地点，总是被人惦记也不好，这些麻烦总是要解决的，不管他们背景是什么，但既然站到我们头上来了，我们自然不能什么都不做。萧炎缓缓的道。小医仙微微点了点头，玄冥宗的那些家伙若真是要自己撞上来，那也就只能别怪他们刀下不留人了。最让得我忌惮的还是先前那黑袍人，我们并不清楚他的底细。萧炎眼眸微微闪烁，片刻后眼神却是一凝，海心宴也是在此人手中，或许寒风知道一些与他有关的消息。心中掠过这道念头，萧炎手掌猛地一握，一个玉瓶便是出现在手中，手指在瓶口一抹，然后一吸，一道虚幻的灵魂体便是极为虚弱的袅袅升起，看其模样赫然便是寒风。你的海心宴是送给了魂殿中的谁？萧炎望着虚弱至极的寒风，声音冰冷的道。听得萧炎问话，寒风先是一怔，旋即眼眸一阵闪烁，然而还不待他说话，萧炎指尖便是缭绕上无形火焰，闪电般的对着其虚幻身体便是刺了过去。别，我说。见到萧炎这般毫不犹豫的狠辣手段，寒风也是一阵骇然，急忙道：收取我海心宴的是魂殿的一位尊老，人称木谷老人，他在魂殿地位颇为不低，因为他身为斗尊的同时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8品炼药师，深受魂殿殿主重视。木谷老人，萧炎嘴中轻轻地念叨了一声，眼中冰冷之色更浓，果然是魂殿的那些混蛋。木谷老人与药尘旧怨颇深，据他说，当年他与药尘曾同拜一人为师，但后来因为一些缘故他被驱逐，所以极为的敌视药尘，寻常一切机会与药尘作对。当年我对药尘出手，也是受他挑拨，让我暗中夺取焚诀。寒风小心翼翼的道。什么？闻言，萧炎脸色也是忍不住的一变，这木谷老人居然还曾经与老师同出一门，为何我从未听老师提起过这些？萧炎沉声道。我也从未听他提起出这种事，也是木谷老人偶尔与我说起的，似乎是生怕萧炎对他下手。寒风当下急忙回道。萧炎缓缓地点了点头，如果寒风所言不虚的话，那么先前那神秘的黑袍人应该便是木谷老人了，毕竟焚诀这等事知道的人极少，即便是萧炎的一些亲近之人也并不知道实情。此人此次未得逞，想必不会死心，定然会想尽办法再度出手。不过以我如今身边的实力，他倒也是不敢真的明目张胆而来，日后小心一些，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关系。丹会即将举行，为今之计还是得先进入丹会前时，再将3000焰炎火取到手，到时候若是再面对这老家伙，即便与其单独相战，定然也不惧。萧炎眼眸闪烁，片刻后终于是下定了决心，手掌一挥，将寒风的灵魂体再度收入玉瓶，丢入那戒，然后转身便是对着房间之内行去。明日将玄冥宗那群人的地点打听到手，这种事来一次便够了。听得萧炎那杀气凛然的话语，小医仙也是缓缓点了点头，他知道萧炎这次是真的怒了。